跪下，老实点。别用你那脏手碰我！哼，一个细皮嫩肉的破落少爷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少爷了。死到临头还摆谱，进去吧你！拖出去。是，长公主。你就是那个被伦家和笑笑都没了的李家独子李斌。纠正一下，是被抄了家，但我还没死绝。胆子倒挺没。听说身上带着李家最后转出来的银票和藏宝图，交出来，我大发慈悲，留你个全尸。丁，跨位面暗网交易系统加载完毕。检测到宿主当前处于极度危险环境，生命体征稳定，当前账户余额初始资金10万系统积分。有李家残存预配转化，系商城已全面开放。有系统发的防弹炮，这几把破铜烂铁伤不了我。藏宝图没有，但能救命的东西我倒是有不少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跟长公主耍嘴皮子，老子这就砍了你！救命的东西，我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死人。你拿什么救命？这是何物？你想用毒药拉我们垫背？这叫好得快，或者你们这些古人可以叫它起死回生的神仙药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向长公主证明，我不仅有钱，还有你们想象不到的仙价手段。消炎喷雾，医用双准提取成功。混账！你敢折磨陈副将，本殿下剁了你！闭嘴！看他的伤口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副将的气色好转了，军医明明说陈副将已经毒性攻心没救了，这到底是什么仙家法术？长公主，现在觉得这笔买卖有资格谈了吗？所有人滚出去，退避50步警戒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敢靠近大帐半步，杀无杀！是。你到底是谁？来我这断水断粮的边军死地，究竟图什么？我说了，我只是一个落魄商人，商人逐利，我图的是你和你的10万大军。朝廷断了你们的粮，大汉断了你们的水，马上一族的铁骑就要兵临城下，你手底下的兵因为饿肚子，刚刚还在闹哗变吧？哼，就凭你，也想拿我当刀使？就算你是神仙，我麾下10万兵马，你那几颗小药丸能填饱10万张嘴吗？检测至目标势力当前核心痛点，极度缺乏粮草，战略补接，扣除5000积分。兑换。隔空取物，袖里乾坤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用你的刀划开看看。这是盐，如此纯净的雪花盐，这不可能！即便是京城皇室也吃不到这么细的盐。你究竟有多少这种东西？只要你听话，你要多少，我有多少。我能治好你的兵，管饱你的马，甚至等时机成熟，我能给他们穿上连床弩都射不穿战的甲。作为交换后，从这10万铁骑刀锋必须听我的，我指哪儿，你们就给我砍哪儿。好一个商人！我赫连雪今天就把这条命和10万兄弟押给你，只要你能让我们活下去，让我们杀光那些克扣粮饷的狗官，你李仗就是我黑羽军的活祖宗。成交。势力深度绑定成功，当前合作势力边境黑羽军赫连雪，中制度利益同盟。恭喜宿主迈出资本掠夺世界的第一步，解锁基础兵工制造模块。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你们引以为傲的世家底蕴，连1文钱都不值。长公主殿下，不是草民不肯开仓，实在是今年这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啊，这粮价嘛，自然是要涨一涨的。如今市面上1斗糙脑已经卖到了10两雪花银，草民看在您黑羽军戍边辛苦的份上，8两银子1斗，不能再低了。张富贵，你找死！边关将士在前面流血拼命，你却在后面囤积狙击，发着国难财。你真以为我这把刀不敢砍你的狗头？殿下，您当然能杀了我，但草民一强仓就会立刻被我的人一把火烧个干净。到时候您麾下城墙上的泥砖嘛，这天下终究是世家的天下。您若真写燃眉之急，草民倒是有个折中的法子，只要殿下交出黑羽军1半的兵符，由我们几大世家代为铜钱，
这10万大军的口粮，我们张家全包了。杀人是最下等的手段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这老狗在掐我的命脉，我现在就活劈了他！劈了他，只会脏了你的刀。对待这种自以为掌控了经济命脉的蠢货，最残忍的惩罚不是让他死，而是让他一无所有的活着。哪来的黄口小儿，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？看你这身细皮嫩肉的打扮，怕不是长公主在哪儿养的面秀吧？就算你有金山银山，今天在这边关重镇，没有老夫点头，你连一粒谷子都买不到。张老爷说的对，这粮食的规矩确实该改改。系统调取1级商城，兑换2000吨现代精白米，全部打包50斤规格的防潮编织袋。指令确认，扣除2万点系统积分，正在进行空间定点投放。给他们开开眼。幼叔，这不可能！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没有半点抗虞的贤良？张富贵，你刚才说市面上1斗糙米要卖10两银子是吧？何连雪，传我的命令。在。黑羽军接管现场，设立售粮点。今日这精白米敞开了卖，1斗米只收100文铜钱。如果有拿不出钱的流民，可以军方签发的劳役凭证免费领粮。100文，真的是100文！我不得下凡了。区域经济监测报告，边城粮价已彻底崩盘。目标张富贵高息借贷的资金链已断裂，检测到放贷团伙打手已将张府水泄不通包围，正扬言拿其全家老小抵债。李大爷，李国府，草民有眼无珠，草民该死！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只要你把这县粮收回去，张家所有的商铺田产，草民愿意双手奉上1半，不70%。张老爷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从来不需要别人施舍70%，我要的是全部。何连雪，带上你的人。何连雪，带上你的人。去全面接管张家的钱庄，是商铺、地契和剩下的粮仓，遇到反抗的，不用请示，就地正是。经济垄断的第一步完美收官，接下来就该给这支吃饱饭的军队换一换装备。当第一道惨白的照明弹嘶吼着撕裂夜空，这个时代的战争方法则被彻底改写了。探子来报。北蛮的赤狼部纠集了3000精锐轻骑兵，已经摸到了城外30里处的蜗牛环，最迟寅时就会对边城发起夜袭。3000轻骑兵，赤狼部的大力士，听起来倒是挺热闹的。李燕，我知道你有钱，能弄来粮食，但打仗不是请客吃饭，兵器之力、甲胄之间，不是你拿银票就能凭空砸出来的。朝廷早就封锁了边关的铁矿石，我们连修补刀剑的铁都不够。3000轻骑兵，赤狼部的大力士。听起来倒是挺热闹的。李任，我知道你有钱，能弄来粮食，但打仗不是请客吃饭，兵器之力、甲胄间，不是你拿银票就能凭空砸出来的。朝廷早就封锁了边关的铁矿石，我们连修补刀剑的铁都不够。谁说我要用铁了？贺连雪，让你麾下最精锐的500老兵到校场集合。今晚，我带你们见识一下。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？打开他们！李阳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这软绵绵的布衣，连把生锈的匕首都挡不住。你让我的亲卫穿着这个去迎战3000重兵，还有这弩，连根像样的弓弦都拉不开，怎么杀人？你穿上它，站到30步外去。不要！这叫凯夫拉防弹插板战术背心，重量不到你们玄铁正甲的1/10，但防御力是它的10倍。别说是弓箭，就算是红衣大炮的破片，也能给你们挡下来。军用滑轮复合弩。利用铅芯轮组的物理省力原理，不需要你们有拉开百石强攻的臂力，就算是女人和孩子也能轻松上弦。
上面搭载的是4倍光学红点瞄准镜，50步内不用算封偏，指哪打哪。试试。换装，今晚我要让赤狼部的这群人有来无回。将军，探子回报，边城守军早就断粮，这2天连城头的巡逻都撤了。那10万黑羽军，现在恐怕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哼，什么不败战神赫连雪，没粮没草，也不过是拔了牙的女人。传令下去，破城之后大掠3日，城中的一切钱粮女人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警告！3000敌军骑兵已进入布城，300步即加射程范围。提袭，快，放箭压制，射死他们！杀！魔鬼，这是魔鬼的法术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黑羽军，开城门，随我绞杀残敌，一个不留！李毅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能填饱肚子的粮食，这个男人手里掌握着能够摧毁整个世界就有法则的绝对力量。有这个男人在，别说是活下去，就算是打进京城，坐在那把至高无上的龙椅上，又有何不可？乱世之中，善良是最致命的毒药，而我李泌专治各种不服。舆情监测报告：赤狼部全军覆没消息已传遍7州，边城以工代役发放鲜粮传闻引发大规模流民潮。当前城外已汇聚超过3万流民。外面怎么回事？是陈元山那个老匹夫，带着几百个流民跪在府门外逼宫呢。这老东西当初是父皇派来的监军御史，后来朝廷断了粮，他倒没跑，跟着大军熬到了现在，在军中有些威望。底下的士兵不好直接动刀子，逼宫？逼什么宫？他非说我们府里堆着成千上万袋的鲜粮，却每天只给城外的流民施舍1碗清的能照出人影的米汤，是毫无人性的暴行。他要求我们无条件大开粮仓，让所有流民放开肚皮吃饱，还说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放狗屁！本殿下的刀饮血的时候，怎么没见老天爷显灵？走吧，长公主殿下，去会会咱们这位满腹仁义道德的活菩萨。有些规矩是得借着人头立一立。老青天啊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们走了上千里路来投奔黑羽军，就给我们喝那么一口汤，孩子都要饿死了呀！那府上明明有那么多粮食，为什么不肯赏我们一口干饭吃啊？殿下，您糊涂啊！您怎能被这种浑身铜咒、冷血无情的奸商蛊惑？外面可是3万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咱们府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，您却看着子民饿殍荒原。这要是传到史书上，您就是遗臭万年的暴君。陈大人，你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难道不懂升米恩斗米仇的道理吗？无条件放粮，让他们吃饱了撑着，好有力气在城里打砸抢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的粮食就算是拿去喂狗，也不会白白施舍给毫无价值的废物。殿下，您听听这妖魔之言！今日若不开仓放粮，老臣就一头撞死上，再以死明志。想吃干饭可以，从今天起，城外设立劳役营，修筑城墙，开采铁矿，铺设道路。凡是登记入营的，算作以工代赈，1日3餐，管饱，顿顿有肉。至于那些只想张嘴等吃的，立刻驱逐出境。敢在营地聚众闹事者，杀无赦。好狠毒！你这是要把这些可怜的百姓不当人啊！你们看看，连这么可怜的孤儿寡母都不放过，天理何在？我们孤儿寡母哪里干得了苦力？既然不给活路，干脆让我们嘎在这里算了。听，系统全景物扫描已启动，目标面部骨骼特征与敌国暗探数据库比对完成，匹配档案为敌国暗探，危险系数极高，建议立刻清除。
小心！陈大人，看看清楚，这就是你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护的无辜子民。你这片菩萨心肠，差点把我的命给搭进去。他们是心所不错，但这3万流民中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呀！你怎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坏了对天下苍生的仁慈？无论如何，你这以公代善、把人当奴隶的恶政绝对不能实行！长公主殿下，你若是还认我这个老臣，今天就砍了这个妖言惑众的奸商，否则老臣今日就血溅当场！从今天起，在这座城里，李庸的规矩就是我黑羽军的规矩。想干活吃饭的，排队去牢营报到；想当活菩萨或者想闹事的，我不介意让你们这3万多人全都变成这城外的尸体。接下来就该让这些吃饱饭的苦力去挖断敌国的根基了。走吧，贺连雪，我们去开个黑市。就这么个易碎的玩意儿，能换30万两白银，你这简直比抢劫还快！抱歉，诸位，我这黑市的规矩不收金银，这绝世琉璃乃仙家之物，凡俗的金银不配玷污它。想可以，用我需要的东西来换。摧毁一个国家，有时候不需要千军万马，只需要一点点黄金和无尽的贪婪。你搞出这么大阵仗，甚至主动派人去大秦的都城散播消息，就把这群贪婪的人吸引过来。他们可是我们的死敌，你就不怕他们带着大军直接把这平了？放心，对于这些被盛世繁华惯坏了的世家门阀来说，国家利益永远排在家族私欲的后面。只要诱饵足够香，他们不仅不会带兵来平了这里，还会主动帮我们把大钱的国库搬空。神物，这绝对是神物！我出10万两白银，30万两白银，外加10个扬州美女。就这么个易碎的玩意儿，能换30万两白银，你这简直比抢劫还快！抱歉，诸位，我这黑市的规矩不收金银，这绝世琉璃乃仙家之物，凡俗的金银不配玷污它。想可以，用我需要的东西来换。敢问这位爷，您到底需要什么？生铁战马，火烧金刚粗粮。这尊九龙戏珠底价3万斤精铁矿了1000匹鲜西域良马，概不赊款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，1500匹战马，半个月内亲自派商队护送过境。你们这群饭桶，谁能告诉朕，朕的玉国军为什么连替换的刀剑都打不出来？国库里的几10万斤铁铁都去哪儿了？还有北地马场的战马，为什么凭空少了上万匹？陛下，臣查明，近月来边境地带出现了一个极其庞大的黑市，专售一种名曰琉璃的神物。朝中诸的大臣和地方豪强皆用国库物资暗中交易，大钱的命脉正在被那个黑市源源不断的抽干啊！混账！一群国之硕鼠，传朕的旨意，立刻调集10万边防大军出关，给朕踏平那个黑市，把所有物资给朕抢回来。那个黑市的主人，朕要将他凌迟处死。长公主殿下，敌人的国库已经被我搬空了，他们的士兵现在连一把像样的生铁刀都配不起。全军听令，刀刃向南，随我出关，停推大秦。战争的最高境界，不是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，而是敌人连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暴露的。洛英峡就差石黑羽军的坟墓，传令下去，没有本都许轻举妄动，哪怕是一只鸟飞过去，也得给老子趴在草丛里装死。他们在左边悬崖上藏了5000人，右边藏了8000人，后面还有几千骑兵兵兜底。赵狂这老小子胃口倒是不小，想把我们一口吃掉。如果今天没有李斌按兵法强行军穿过洛阴峡，面对这种4面楚营的死局，全军必定覆没。你打算怎么打？
既然他们喜欢当缩头乌龟，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白等。如果今天没有李斌，按兵法强行军穿过落阴峡，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死局，全军必定覆没。你打算怎么打？既然他们喜欢当缩头乌龟，我们总不能让他们白等。既然他们位置全暴露了，那这就不是伏击，而是排队送死。这5000弓箭手居高临下确实麻烦，但我黑羽军不仅有刀，现在还有更远、更毒的牙齿。传令，第一营2000复合怒手出列，不用进峡谷，从左侧后山悬崖的盲区徒手攀岩上去，绕到大前弓箭手的背后，给我用破甲剑进行无差别覆盖射击。第2营、第3营，重甲步兵带上李先生提供的铁西瓜，向右侧缓坡压进，不用阵型，不用冲锋，只要到了距离，给我把铁西瓜全扔进那些草丛里，我要让右侧缓坡寸草不生。都督，探子回报，赫连雪的黑羽军先锋距离落阴峡入口还有不到5里。好，赫连雪那女人虽然能打，但终究是个只会横冲直撞的一介武夫。她以为换了些新装备就能天下无敌。都督，这都快15了，黑羽军怎么还没动静？他们是不是察觉了？不可能，我们连斥候都没放出去，他们怎么可能察觉？一定是赫连雪那个女人行军迟缓，让弟兄们稳住。就算等到天黑，也得给老子趴！一袭在后面，放箭！不要乱，反击！转身反击啊！这是天雷，黑羽军会召唤天雷！跑啊！碾碎他们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我们在哪儿？你们怎么可能绕到我们背后？那些天雷又是什么东西？赫连雪，你是不是把灵魂出卖给了妖魔？妖魔？不，我只是找了一个好老板而已。干得不错，灵商王的战损比，就算放在我的家乡，也是足以写进教科书的经典战役了。李斌，我以前觉得手握重兵，刀锋所向是无敌，但今天我才明白，在你的那双眼睛面前，也不过是一群随手可可以捏死的。走吧，这只是开胃菜，物理上的平推太慢了。接下来，既然军对着大前王朝的皇帝，尝尝国家经济命脉被彻底截断、货币崩盘的绝望滋味。摧毁一支军队需要刀枪剑戟，但要摧毁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帝国，有时候只需要几张轻飘飘的纸。大前的皇帝简直疯了，他们把城里钱庄的硬铜货全卷走了，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全是一捏就碎的劣质泥铜钱，百姓手里拿着成筐的铜钱，却连一个黑面馒头都买不到。城里的商铺全部关门拒收铜钱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3天，不用我们动手，这城里的几十万百姓就会因为恐慌而发生暴乱。劣币驱逐良币，大前朝廷里倒是有几个懂点经济学皮毛的毒士，用滥发劣币来洗劫民间的财富，人为制造通货膨胀，这招确实够阴森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虽然有你提供的鲜粮，但总不能一直无偿放饭。军队要运转，城池要治理，没有稳定的钱币流通，这云州城就是个死城。谁说没有钱币？看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纸？你打算用这些纸片去代替真金白银？采用现代印钞级的高分子防伪纸张，变色油墨和金属安全线。别说是大前王朝的那些工匠，就算是给他们100年，他们也造不出一张一模一样的伪钞。可是百姓和商人认的是金银，他们凭什么相信你这张轻飘飘的废纸？因为这张纸不仅能买命，还能买到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东西。云州城的现在市面况，各位比我清楚。你们手里的劣质铜钱花不出去，库房里的货物也不敢卖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大家只能一起饿死。先生，不是我们不想做买卖，实在是朝廷发下来的钱太坑人了。我们收一马车的铜钱融了之后，连1斤真金都炼不出来呀！没有真金白银，这生意没法做。深天起，云州城内废物清单所有铜钱不就银票，唯一合法的交易货币就是这个。李先生，您莫不是在拿我们寻开心？就这一张纸能顶什么用？擦屁股我都嫌它硬。这张纸在大前王朝确实是废纸，但在我这里，它可以兑换绝对的硬通货。1元黑羽币可以无条件随时来我的府库兑换1斤雪花精盐，
任何人、任何时候认票不认人。我换，我愿意拿我名下的10间当铺全卖给黑羽军，只要黑羽币。听着，我不仅要你们在云州城用黑羽币，我还要你们带着我的黑羽币去大前王朝的内地做买卖，用你们手里的黑羽币去大肆收购他们的真金白银、布匹和铁器，同时把大前朝廷造的那些劣质铜钱用最低廉的价格买回来，然后全部倾倒在他们的市场上。去吧，把大前王朝的骨髓给我榨得一干二净。国库空了，朕不是让你们印了上亿枚铜钱吗？钱呢？陛下，铜钱成飞涨了100倍了，如今在京城买一个烧饼需要足足1拖车的铜钱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根本不认朝廷的钱了。他们私底下全在用乱党发行的黑羽。陛下，京城3大营哗变了，将士们连续3个月领到的军饷都是劣质铜钱，根本买不到1粒米。今日清晨，大军彻底失控，他们杀死了监军，抢劫了京城的粮库。将士们说什么？他们说，既然替大前皇上卖命会饿死，不如去投奔黑羽军，因为真金白银和香喷喷的白米。皇帝吐血，禁军哗变，大前的根基已经彻底烂透了。贺连雪，让将士们擦亮铠甲，明天一早，我们去接收这个破产的国家。历史的车轮碾过大前王朝的疆土，没有遭遇任何像样的抵抗。在金融时代的降维打击下，大前的基层统治早已彻底崩溃。救驾！贺连雪、李泌，你们这2个乱臣贼子，朕称你们的妖法毁了大前的国库，乱了朕的天下。但那又如何？这帝都的城墙乃是太祖皇帝及天下能工巧匠数十万兵在建，恐怒在强，也休想伤这城墙分毫。一支城内尚有3万禁军，粮草还够我们吃上1年。朕就在这城墙上看着你们，看你们在这严冬之中如何被风雪冻死，如何粮草耗尽溃败而逃。大前绝不投降。这城墙确实是个麻烦，如果是传统的攻城法，就算我们装备精良，填进去几万条人命，也不一定能砸开那扇包着3层铁皮的千斤闸门。强攻的话，太亏了。填人命，那是野蛮人才干的蠢事。贺连雪，你记住，在绝对的科学面前，古人引以为傲的工程奇迹，不过是几块堆叠在一起的积木而已。兑换200公斤地形炸药，外加全套遥控起爆装置。指令确认，扣除10万积分，物资已定点投放至指挥车后备箱。这是什么？你想用这些白泥巴把城墙粘起来？这叫炸药，我家乡的土特产。别看它长得人畜无害，就算你把它扔进火里烤，甚至用子弹打它，它都不会有任何反应，极其稳定，极其安全。火烧都没反应，那它怎么攻城？它不需要火，它需要的是极其强烈的起爆冲击波，而一旦它被引爆，它所释放出的能量，能够在一瞬间将坚硬的钢铁和岩石碾碎成粉末。第一爆破组持盾牌掩护前进，把这些泥巴均匀地贴在帝都的正城门和2侧承重墙角上，动作要快。遵命。贺连雪，你是疯了吗？派10几个人就想来攻朕的城门？他们手里连个攻城锤都没带，难不成想用拳头把朕的千金德门砸开？放箭，给朕射杀这几个跳梁小偷！陛下，他们好像在城门上糊了一层白泥巴，然后就跑了。这黑羽军莫不是见公坑无望来恶心咱们的？穷途末路罢了。传朕的旨意，让城墙上的将士们准备好雷木和滚石，只要他们的大军敢靠近，就砸烂他们的脑袋。这旧时代的最后一声丧钟，由你来敲响吧。大前的时代结束了。妖法，天法！黑羽军，全军出击，碾碎他们！走吧，去看看我们的龙椅，坐上去舒服不舒服？护驾！护驾！御林军
的死士呢？别喊了，陛下，外面的御林军早就在见识到城墙塌了的那一刻，把兵器扔了一地。至于你的死士，不得不说，他们的骨头确实比城墙硬一点，费了我们2颗手雷才清理干净。贺连雪，你这个逆贼乱臣贼子，朕乃天命之子，你敢弑君？你若杀朕，天下诸侯必将群起而攻之，大前的千万子民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。只要你们不杀朕，朕可以封你为一字并肩王，把半壁江山都割让给你们。大前的江山需要正统，你需要朕这个皇帝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。新皇言之有理呀、长公主殿下，李先生，大天下易，治天下难。这天下错综复杂，钱粮赋税、各地官员的调度，都需要我们这些熟悉之务的老臣来辅佐。只要2位饶老臣一命，老臣愿率满朝文武誓死效忠新朝。正统，悠悠众口。我10万黑羽军饿得要在雪地里啃树皮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跟我讲正统？你们用劣币洗绝百姓，逼得一子而失的时候，怎么不顾及天下人的死活？我的刀锋所指就是天命，我的铁蹄践踏之处就是正统。长公主殿下说得好，咱们可是讲道理的人。李相国，你刚才说我们需要你们这些老臣来治理天下。是，李先生，老臣在朝堂经营30年，门生故练遍布天下，只要老臣一纸书信，各地州府必定望风而降，绝不会给新朝添乱。听起来确实很诱人，可是我这个人有个缺点，我只相信冰冷的数据，不相信你们的嘴。李相国，正一品在京城郊外藏有私庄3座，地窖内囤有黄金80万两，白银500万两，兼并良田30万亩。王尚书从一品在老家扬州建药字500余件，折合白银200万两。赵侍郎，刘御史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不可能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我李真查不到的账。留着你们治天下，留着你们继续在我的地盘上吸食民脂民膏，兼并土地，然后让我每天去防备你们在背后捅刀子。不用了，治理天下，我会推行全新的工业和预府，不需要你们这些满脑子只有中饱私囊的旧时代垃圾。你们对这个新世界唯一的贡献，就是你们藏在地窖里的那些钱。黑羽军听令，按照账本上的名字，把这些蛀虫全给我拖出去，就在这皇宫的午门外排队解决了，全副身家抄家入库，1两银子1粒米都不许落下。李阳，你这个魔鬼，你不得好死啊！长公主饶命，我愿献出所有家产买我一条狗命啊！听，检测到海量无主财富入库，正在自动转化为系统积分，获得积分1500万，获得积分2300万，恭喜宿主，当前账户总积分已突破1亿大关，达成富可敌国成就。天下打下来了，不是旧的天下被我们砸碎了。新的帝国才刚刚开始建地基，我要让全天下看看用资本和重功力堆出来的女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大前王朝覆灭后的第3个月，帝都的血腥味早已被漫天的飞雪掩盖，这座古老的城池爆发出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生机。这是一个被资本和重工业强行催熟的恐怖怪兽，而它真正的主人，此刻正坐在这里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陛下乃九五之尊，今日登基大典，这李病一介商贾之流，不仅不跪迎圣驾，竟还敢在这太和殿上赐座，此乃大不敬啊！陛下，天无2日，国无2主，李病手握帝国90%财权，甚至连军中将士的兵器粮饷都由他一人调度。长此以往，将士们只知有领，不知有陛下呀！臣恳请陛下，趁今日大典，将此贼子拿下，收缴其所有财权，以安天下，以固皇权。杀我以固皇权？长公主殿下，哦不，皇帝陛下，这老头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这天下都是你的了，我是不是该功成身退，把脖子洗干净了？你觉得朕的江山需要你来操心？老臣是一心为了陛下的春秋霸业。
给朕竖起你们的耳朵，听清楚！没有他，朕和这10万黑羽军早就饿死在边关的寒风里了。这大钱的江山，我赫连雪能打下来，他李泌就能买下来。谁再敢跟朕提什么赤衡之道，这礼部尚书就是下场。陛下，这玩具可不轻，砸坏了我的酒杯算谁的？算算账吧，黑心商人！从边关的一盒小盐药，到这满朝文武和万里江山，打下这片天下，我赫连雪到底欠了你多少钱？账有点长，恐怕你这辈子是还不清了，所以连本带利，拿你和这整个天下来还吧。在这片被重新洗牌的废土上，史书上不敢写我们的覆灭，但后世将永远铭记这对颠覆了整个旧王朝无冕之王。